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爹妈亲生的，所以在与弟弟的冲突中，你一直是被揍的那个。忽然有一天，检测报告告诉你，你居然是个女孩子。这也就算了，一直跟你作对的死对头弟弟却红了眼，没日没夜的缠着你要贴贴。19岁这天，沈小雨不出意外的又尿血了，她脸色惨白的处理好血迹，将换下来的纸巾放在不起眼的地方。这件事她一干就是4年。怎么办？要是让沈星南那个怨种弟弟知道了，不知道要怎么笑话我。沈小雨，你起来没？起来了，门没锁。真是个懒虫。沈星南在门外嘟囔，随后拧开了房门。你怎么了？要不要吃药？早就说好今天去游泳，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帮你把柳如烟约出来，你这个主角却在关键时候掉链子。谢了，我会去的，我这就起，走吧。沈星南低头看了看指到自己胸口的哥哥，只见他白白净净的，像个瓷娃娃一样，红润的小脸也许是因为身体不适而有了几分苍白的病态。因为过分靠近的距离，沈小雨身上洗发水的味道直扑沈星南的鼻腔，他甚至还嗅到了一股别的味道，香香的。你干什么，沈星南？沈小雨大声朝沈星南喊，喊声引来了妈妈叶星兰的关注。星南，你干什么？是不是又在欺负小雨？你还想不想约柳如烟了？妈，我和星南开玩笑呢。最好是这样，小雨可是你哥，你小时候可都是你哥护着你，你可不许仗着自己个子大欺负他。妈，我怎么会欺负他呢？我们可是好兄弟。那就行，你们哥俩慢慢玩，我让人去做早餐。等叶妈妈走开，沈小雨又恢复了冷冰冰的表情。啊，这样急着和我划清界限，难道我们不是好兄弟吗？哼！你是不是偷偷在练胸肌啊？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大？卧槽，你这全是肥肉啊，一点硬度都没有。沈星南，你小子在干什么？沈星南被这一拳击打在心口，顿时后退2步，捂着胸口皱起了眉，神色间有些痛苦。喂，你没事吧？沈星南却站住了脚，一把捉住了沈小雨的手。你的手还是那么软，摸起来真的让人不想放手。沈星南，你给我放手！好了，不逗你了，我可是花了好大力气才帮你约了柳如烟，待会怎么感谢我？柳如烟是他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也是沈小雨的同桌。沈小雨和她关系很好，所以一直被大家误会沈小雨和柳如烟之间一定有一腿。可是沈小雨知道，柳如烟只是把自己当成朋友，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青春只有一回，以后上了大学就天各一方。如果现在不跟他表明心意，往后你可就没机会了。谢谢你了，我会好好把握机会的。你们两兄弟要出去，管家已经在门口给你们备好了车，快去吧。好的，妈妈。大少爷、二少爷，咱们今天什么安排？去游泳馆。嘿，柳如烟，这边好久不见啊。是呀，好久不见了。他说着，目光却落在了沈小雨身后的沈星南身上。好久没有来游泳馆了，我们快点进去吧。喂，在想什么呢？啊，没有。你想好怎么表白了吗？啊，什么？我有些后悔帮你约柳如烟了。说完，沈星南转身走去了换衣间。小雨，他回头一看，柳如烟已经放好了泳衣，站在岸边，是一身古代风的游泳服。沈小雨看的眼睛都直了。小雨，我好看吗？很好看，像天上的仙女姐姐。那你说星南会喜欢吗？沈小雨脸上的错愕一闪而过，原来他喜欢沈星南。应该会喜欢吧。尽管沈小雨对柳如烟并没有那种心思，可是看着柳如烟望着沈星南眼里的满心喜欢，心里却不是滋味。小雨，星南是你弟弟，你告诉我，他有喜欢的女孩子吗？我不是以前跟你说过吗？我没见过他和那个女孩子走得很近。小雨，我打算向星南表白，你帮帮我好不好？哎呀，这样会不会太莽撞了？我听说他以前可是拒绝了好多女生的告白，万一我被拒绝了，岂不是很丢脸吗？少女的脸红，彰显着青春的躁动与青涩。说着，她拿出一张精美的贺卡，递给沈小雨。小雨，你帮我把这个递给星南，拜托了。沈小雨麻木的接过，朝着沈星南的那边走去。看到沈小雨向他过来，沈星南很是诧异。大哥，你不去陪柳如烟，到我这里干什么？柳如烟让我把这个卡片交给你。你怎么了？沈星南敏锐地发现了他的异样。星南，你看，小雨流血了。沈星南低头注视着沈小雨的大腿，大腿上残留着暗淡的血红，根部的长裤隐隐被血迹染得暗红。被他这样注视着隐私部位，即便沈小雨是男孩子，也依然涨红了脸。小雨，刚刚真是吓死我了，你受伤了吗？啊，我……沈小雨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意识到自己的病又犯了，只是这次来得太不合时宜。沈星南一把抓住沈小雨胳膊就要往外走。你干嘛？去医院，你都受伤了，还愣在这里干什么？沈小雨不想去医院，可是却拗不过沈星南。这一次，自己的病怕是瞒不下去了。柳如烟连忙跟了上去。
那辆劳斯莱斯停在了门口。小雨，原来你家里这么有钱啊！他虽然不知道这是哪款车，但是那个劳斯莱斯的车标他一眼就看到了。对不起，我没有想瞒你的。沈家是新晋的豪门，沈爸爸夫妻俩从普通上班族一点一滴打拼了近20年，才有了如今的身价。到了医院，沈星南给沈小雨挂了急诊。大少爷、二少爷，立即给他安排最全面的检查。沈小雨默不作声，只是眼角滑落一滴眼泪。星南，能不能不要告诉爸妈我的病情？我怕他们担心。你早就知道你身体有问题吗？是的，所以我想瞒着爸妈，然后悄悄死在外边，不让他们担心。星南，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会离开的。求你们不要告诉爸爸妈妈，我不希望他们难过。我知道我不是他们亲生的，所以我会自己离开。沈小雨，你这个混蛋，你在说什么混账话？你听着，不管你得了什么病，先检查了再说。如果你真的得了绝症，我沈家也有的是钱给你治。说完，沈星南不理会沈小雨，让医生把他推去做检查。一连串的检查需要很长时间，一晃眼就到了下午。沈星南同学，我们能聊聊吗？柳如烟同学，你想说什么？沈星南，我给你的贺卡，你看了吗？贺卡？哦，所以你想表达什么？你喜欢我？是，我喜欢你，从刚开学的时候就喜欢你了。我想和你在一起，可以吗？可我不喜欢你，我看你和沈小雨走得挺近，还以为你喜欢他，没想到你居然对我表白。他后悔帮沈小雨联系柳如烟了。原本他以为柳如烟和沈小雨两情相悦，没想到这家伙接近小雨是为了多了解自己。他又一次懊恼自己办错了事。从小到大，自己一次又一次想对沈小雨表达自己的善意，却一次又一次被自己弄糟，让他对自己越来越疏远了。星南，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我和小雨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我和他亲近也只是为了你，你那样冷冰冰的，我怕直接跟你表白会让你讨厌我。我知道他是你哥哥，我接近他也是为了了解你。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以后会跟他疏远的。够了，我不想再看到你出现在我们面前。沈星南打断了柳如烟的话。自从知道柳如烟喜欢的是自己，他对她就只剩下厌恶。沈小雨那个笨蛋，跟你这个女人同桌这么久，竟然不知道你把她当成了工具人了。就在这时，医院领导已经带着一大帮人走了过来。二少爷，沈小雨怎么样了？大少爷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他的身体不容乐观。到底是什么病？我们给大少爷做了个全方位的检查，他的身体条件还算不错，只是在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大少爷他的身体里有一套女性的生殖系统，而且他的染色体为46，十分符合假两性畸形的特征。大少爷的检测报告一出来，我们就通知了先生和太太。沈星南一愣，他本来已经做好准备从院长口中听到各种绝症的名词，可是听到的结果却和他预想的不一样。这什么畸形？那是什么东西？沈小雨的身体里有完整的女性生殖系统，只是发育畸形，看起来像是男性。换句话说，她其实是女性，只是因为发育畸形被误认为男性。所以说，沈小雨其实是女生，对吗？那她身上的血，那是她来月经了，经期本就身体虚弱，她又下水游泳，所以才会出现一系列身体不适。按照常理，在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她的家人就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他现在这个样子，显然已经拖了好几年了。沈星南张了张嘴，但是他却说不出话来。沈星南胸腔里满是怒火，他愤怒于沈小雨的不诚实，愤怒于沈小雨身上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自己却一无所知。自己直到现在才知道沈小雨竟然是女的。沈小雨已经被转入了 VIP 病房，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沈星南瞥了眼，发现他在网上搜索病情。别看了，这上面没有你的病症。你已经知道我的病了，医生怎么说？就在这个时候，沈星南的爸妈赶到了医院。小雨啊，我苦命的孩子，都是妈妈粗心大意，没有早点发现你的身体异常。妈妈，不怪你，是我命不好，得了绝症，你们不要难过。我瞒着你们，就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但还是让你们知道了。对不起，妈妈，我让你伤心了。看着抱在一起哭成泪人的母女俩，沈爸爸有一些诧异。小雨，你的病虽然有些复杂，但还有得治，你在说什么傻话？是啊，傻孩子，什么绝症？你怎么能这么想？他认真端详了会沈小雨，忽然笑了起来。10几年了，我竟没有发现我们家小雨还是个小美人儿。妈，你在说什么呀？星兰，小雨做了19年的男孩子，你现在这么突然，他会受不了的。爸爸，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接受不了？孩子，你的检查报告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体很健康，没有什么绝症，你就不要担心了。但是什么？小雨啊，是爸妈疏于对你的关注，这些年只忙于事业，却没有发现你其实是一个女孩子。什么？爸，你在说什么啊？什么叫我其实是一个女孩子？老沈，还是我来说吧。
小雨啊，医院的检查报告显示，你的身体符合女性的生理特征，只是因为某些部分发育畸形而看起来像男孩子。只要做一个手术，你就可以像正常女孩子一样生活了。什么叫做了手术就变成女孩子？不，那里不行。自己明明是男孩子，19年都这样过来了，怎么会是女孩子呢？爸妈，你们一定是在骗我，对不对？小雨，妈妈也不希望这是真的，但不，我不相信，妈妈一定是检查有问题。这样吧，让小雨多做几次检查，这样更准确一些。于是沈小雨又被推去做了检查，再次拿到检查报告，沈小雨的手不再颤抖，一颗心也死寂了。想到19年错误的人生，沈小雨崩溃地哭了起来。小雨不哭，妈妈陪着你。妈，我该怎么办？小雨，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接受现实。医生说了，你的身体没有大碍，只要通过手术纠正发育畸形的部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女孩子。你妈妈说的没错，小雨，这些年是我们疏忽了，没有照顾好你。好在如今及时发现，我们还有补救的机会，你就听妈妈的话吧，这样对你的身体也是好事。如果不进行纠正，任凭这样下去，你的身心都会受到影响。沈星南在门边呆站了很久，一双手握紧了又松开，旋即又再度捏紧。他看到沈小雨痛苦的样子，心里难受到了极点，哭了好一阵。沈小雨似乎是想通了，浑身松弛了下来。妈，我听你的，愿意接受手术。叶星兰听了，心里一痛，他知道沈小雨做出这样的决定，心里一定经过了十分痛苦的挣扎，可是自己又不能替他分担。7月初的一天，沈小雨进行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出院这天，沈星南推着沈小雨离开了医院。宝贝，看这是什么？诺，这是你的新户口本和身份证。沈小雨拿起证件，心里有些复杂，他就这样和过去告别了。沈小雨登上了许久没用的聊天软件，柳如烟发来消息询问他的病情，但是在没有得到回应后，也很久没再发来信息了。我的病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刚发出去，就发现一个红色的感叹号，他呆住了。柳如烟居然把他拉黑了。男孩在变成白毛小萝莉后，第一次上厕所就遇到了难题。我枪呢？比如上厕所的时候习惯性的掏枪，却发现空无一物，那一瞬间的落差和莫名的羞耻感让他简直想要找个地缝钻了。忽然外面有人敲门，沈小雨，你没事吧？沈小雨没好气的翻了翻白眼。自从他做了手术以后，沈星南好像变了个人，见了他就有些畏畏缩缩的，好像欠了他100万似的。沈星南，我只是上个厕所，你在外面叫个鬼。我看你进去了许久没出来，还以为什么？以为我死了。以前的沈小雨从来不会这样对他说话，都是顺着他，从来不惹他生气。可是现在他居然敢凶自己了。沈小雨，你敢这样和我说话？就敢了，怎么样？沈星南眸子有些泛红，他低头逼视沈小雨的双眼，而后朝他一步一步走近。最后沈小雨被他逼到了墙角。喂，沈星南，你想干什么？他伸出手捏住沈小雨的脸颊，细腻嫩滑的触感让他有些爱不释手。原来他的脸竟这样柔嫩，这是他过去从来不曾注意到的风景。沈星南有些沉重的呼吸拍打在沈小雨光洁的额头，荷尔蒙的气息在两人之间传开。沈星南，你快放手！沈小雨只感觉自己的手落入了一个火炉，到处是炽热。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以前也不是没有和沈星南近距离相处，也不是没有和他拉过手，但是现在和他这样近距离站着，手被他握在掌心，自己的心脏却在扑通扑通狂跳。沈星南松开了他的手，后退2步，两人之间的距离回到了正常，既不近也不远。对不起，小雨。沈小雨震惊地看着沈星南，难以置信自己居然从他嘴里听到了这3个字。相处18年，他还是第一次听他对自己说这3个字。原来沈星南也会道歉了。没关系。对了，你和柳如烟怎么样了？这个傻子，他还知道柳如烟喜欢我。你知道柳如烟喜欢我？知道。你忘了我递给你的贺卡了？那可是柳如烟托我交给你的。怎么样，喜欢吗？随后他拍了拍沈星南的肩膀，少有的觉得自己是老大哥。之前你说的没错，青春只有一次，如果不把握住这次机会，可就没有下一次了。既然柳如烟喜欢你，你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吧。柳如烟这样的大美女，你要是错过了，真的很可惜。沈小雨，怎么，我说错了吗？我可是你哥，关心你的个人问题，难道还有错了？再说了，我这不是开玩笑吗？你之前可是还怂恿我来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就是想看我被柳如烟拒绝，想看我出丑，对不对？要是早知道柳如烟的目标是沈星南，他绝对不会跟他有任何联系。沈小雨，我不喜欢柳如烟，也不想看你出丑。难道你不喜欢柳如烟吗？你这个眼神是怎么回事？柳大美女你都不喜欢，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你该不会喜欢男的吧？沈小雨，时不时有饼。那咋了？那咋了？沈小雨，
你这个笨蛋，你的小脑袋瓜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还以为你能和柳如烟在一起呢，这样我也好有机会问问他为什么把我拉黑了。可惜了。你不是不喜欢柳如烟吗？为什么他拉黑了你，你还这么在乎？我说的不喜欢，指的是我对他并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我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出院了才发现他把我拉黑了，我想知道原因，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过你也是，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柳如烟？就因为我和他是同桌吗？沈星南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自己半个月前还想着撮合他和柳如烟，可是现在听到他说不喜欢柳如烟了，自己心里居然会那么高兴。既然他把你拉黑了，你也不必再耿耿于怀。以后上了大学，你会认识更多新朋友。柳如烟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过客而已。你明明是我弟弟，怎么还像哥哥似的安慰我？这明明应该是我的台词才对。少女明眸皓齿，双手叉腰落不可，没想到下一秒却呆在原地，说不出半句话来。男孩在变成白毛小萝莉后，第一次跟自己弟弟聊天就被对方嘲笑了。不是哥们，你笑什么呢？你以为你还是我哥？你是怎么说出这话的？沈小雨脸色一僵，忽然想到自己大龙已经不在了，自己现在是女孩子，不是他的哥哥了。就算我不是你哥，我也是你姐，你永远都是弟弟呀。沈小雨，你竟然敢打我！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8年里，沈小雨从来没有对沈星南发过脾气，但比起过去那个对自己唯唯诺诺的沈小雨，他更喜欢现在这个敢和他顶嘴，甚至敢跳起来给他头上一棒槌的沈小雨。打的就是你，怎么你不服气？好，算你厉害。沈星南不知是气还是笑，伸手捉住了他细白圆润的手腕，紧紧握在手心。哎呀，沈星南，你放手，你弄疼我了。你还想当我姐？怎么了？有问题吗？过去我可一直是你哥，现在是你姐，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不要你当我姐姐。我知道你不是爸妈亲生的，所以我不要你当我姐姐。过去我也没有把你当成哥哥。沈星南语气十分平静，可沈小雨身体却颤抖起来。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很早就知道了。那天妈妈打电话跟姑姑吵架的时候，我听到了。沈小雨面无血色，她竟然知道了。她知道自己不是沈家的孩子了，还不要我当他姐姐。他说过去没有拿我当哥哥，就是因为我不是沈家的孩子。看来我终究还是不属于这个家。沈星兰，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出息了？门被打开了，叶星兰气冲冲的进来，身后跟着沈明轩。妈，你怎么进来了？不要叫我妈。叶星兰随手抄起一个鸡毛掸子，朝着沈星南走来。你刚刚说什么？你不要小雨当你姐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妈，你误会了。误会我都听到了，你还说以前从来没有把他当哥哥，这话难道不是你说的吗？叶星兰拿起鸡毛掸子抽他，沈明轩在身后摇头，他也听到了儿子的话，此刻没有一点想要劝架的意思，反而是沈小雨上来拉叶星兰。妈，你听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刚刚只是脑子一热，才说了不要沈小雨当姐姐，其实他是想当小雨男朋友的。这个念头旋即打住，他差点把心里话说出来。不行，那样是不行的，他们当了18年的兄弟，自己怎么能？你这家伙从小就喜欢欺负小雨，小雨当你是弟弟，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倒好，蹬鼻子上脸了，老娘现在就跟你算算总账。沈星南很不甘心，明明自己是想关心他，只不过每次都搞砸了。妈，您别打他了，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就算了吧。沈小雨虽然在沈家过得很好，但是他好想有自己的家，可是他的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了。小雨，不要在意他的混账话，你永远是爸妈最乖最爱的孩子，是这个家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妈，我已经19岁了，我想知道关于我亲生父母的一切，您能告诉我吗？也好，是该告诉你真相了。瞒了你10多年，现在你大了，我也不能再瞒着你了。我和老沈跟你的亲生父母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我们合伙创办了明汇科技，也就是现在明汇集团的前身。那次出事时，你才刚刚满月，你的亲生父母带着你去旅游，在乘坐汽车的时候发生了事故，整个汽车都撞了个稀巴烂。搜救人员找到你们的时候，你的父母已经没有气息了。叶星兰的眉宇间有着痛苦的神色，若非必要，她很不愿意提及那段过去。你爸妈去世后，我们曾想过联系他们家里，但是你爸爸好像和他家里闹了矛盾，断了联系，而你妈妈家里已经没有人了。正好我们俩结婚后一直没有要上孩子，又不忍心看着你被送到福利院，所以就收养了你。沈明轩也很低沉，在那次事故中他们失去了2个至交，唯一幸运的是他们的孩子活了下来，并且在幸福的家庭中长大。这件事原本打算等你高考之后就告诉你，但是拖到了现在。随后沈明轩拿出了一个文件夹。小雨，这是明汇集团28%的股份，原本是属于你的亲生父母，当年老陆的股份原本是48%，仅次于我。但是这些年明汇科技发展成明汇集团，股份稀释了许多，到现在就这么多了。还有这些年应该给你的分红，
我都替你存在卡里了。这些年我们俩没有把你照顾好，就连你身体这么大的问题都没有发现，一直拖到现在才得到治疗。我对不起你爸爸。你没有对不起他们，你们把我养大，给了我温暖的家庭，让我感受到了父母的爱。你们永远是我的爸爸妈妈。小雨也永远是我们的女儿。沈星南站在那里，身上已经不痛了。他看着沈小雨，目光中满是爱怜。他知道沈小雨是爸妈领养的，却不知道他的身世如此曲折，还在襁褓之中就失去了父母。对不起，沈小雨。沈星南意识到自己似乎说了很残忍的话，他很自责，为什么自己总是把事情弄糟？一边去，以后你老实一点，别惹你姐生气就行了。叶星兰拉着沈小雨进了她的房间。小雨，你先好好休息，明天我来教你一些女孩子的小知识。妈，不用了。虽然她现在已经是女孩子，但是让当了19年男生的她和妈妈在一起聊那些私密的东西，仍是让她难以启齿。小雨，不要害羞，你现在可能还不太适应女孩子的身份，让妈妈好好教教你。叶星兰仍在劝说，最后沈小雨拗不过，只好点头应了下来。第二天，沈小雨刚醒来，就看到叶星兰正笑盈盈看着她。哎呀，小雨睡觉的样子真可爱，真是我的乖女儿。叶星兰早就想要个女儿了，只是家里已经有2个男孩子，而且早期创业艰难，所以就没了下文。但是现在都不用她生，就有了个女儿。我们女孩子每个月都会来例假，所以你要学会使用这个。叶星兰说着，拿出一片卫生巾。妈妈，这个我会用的。咦，你怎么会使用这个？看到叶星兰怪异的眼神，沈小雨脸红的把她以前尿洗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听完后，叶星兰内心十分自责，眼泪又流了出来。小雨，是我没照顾好你，这么多年了，我竟然都没有发现，害得沈小雨又是好一阵哄，这才让叶妈妈停止了哭泣。小雨啊，女孩子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呢，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个细致的了解。说着，叶星兰拿出一根皮尺，来，让我给你量量胸围。之前不知道你的尺寸，所以还没有给你准备内衣，今天先给你量了。尺寸是要量这里吗？妈妈，可以不要量这个吗？小雨听话，让妈妈看看。她想要拒绝，但最终拗不过，半推半就的让叶星兰量了尺寸。挺胸抬头90、75。哇，小雨你有34CA。王妈，去给大小姐准备几套内衣，送到房间里。太太，是哪个大小姐？然后猛地想起叶星兰说的是沈小雨，连忙应声。对不起太太，我这就去准备。他立即去准备了尺寸相符的内衣，急急忙忙往沈小雨卧室方向过来，转角却撞上了低着头的沈星南。哎呀，吓死我了！王妈吓了一跳，手里的内衣散了一地。王妈，怎么这么着急？你看我这急的，这是太太吩咐给小姐准备的，我急着送去，就忘了看路。沈星南本来还若无其事，可一听到这是沈小雨的衣物，其中还有好几个蕾芙丝的，面皮不自觉地泛红。想到那些衣服要穿在沈小雨身上，某种念头蠢蠢欲动起来。这些衣服给她穿合适吗？我都是照着大小姐的尺寸拿的，34C、90、75，太太亲口说的，错不了。说完，见沈星南没有别的事，就又拿着内衣去了沈小雨的房间。沈星南站在原地，耳根通红，眼神不断游离，若有所思。沈小雨这个家伙，看不出来他居然有这般规模。不对，沈星南，你在想什么？真是变态。没过多久，王妈敲响了卧室的门。大小姐可真漂亮，小雨喜欢哪件？快换上给妈妈看看。沈小雨苦着脸表示拒绝，于是叶星兰拉着沈小雨苦口婆心给她解释内衣对于女孩子的重要性。小雨，你也不想年纪轻轻就下垂变形吧？听了这话的沈小雨顿时不淡定了，她还这么年轻，不行，绝对不行。在叶妈妈的一番操作下来，沈小雨确实气质变得好了许多。小雨，你身体刚好，别在家宅着，多出去走走，有助于身体恢复。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好像没有啊。叶星兰正要说什么，电话突然响了。叶星兰拿出手机接通，说了几句，她脸色凝重地放下手机。沈星南，你给我过来。沈星南本就没有走远，听到喊声立即出现在面前。星南，公司有事，我要先走一步，你带小雨出去玩玩，记住别欺负她。抱歉啊，小雨，公司里有急事，我不能陪你出去玩了。不过星南陪着你也是一样的，你们年轻人更好交流。说完，叶星兰挎着包包紧张地离开了。沈星南，你在看什么？你以前可从来没用过这种语气跟我说话。这种语气怎么了？我可是你哥，说你2句怎么了？好，走吧，
要去哪里？我带你去。可恶，这个沈星南居然对自己毫不在意。不过无所谓，自己以后要牢牢把握主动权，不能让沈星南重复以前的事。沈小雨，要休息。你的伤口都好了吗？好的差不多了，只要不是太激烈的运动就好。察觉到他情绪的变化，沈星南有些慌乱，他知道自己似乎又做错了。沈小雨，对不起，他慌忙抓住沈小雨的手，紧紧握在掌心，想要向她道歉，但话到嘴边却被沈小雨打断了。说什么对不起？你又没做错什么，是我有些敏感。沈小雨忽然抬头笑了起来。过去的沈小雨极少在他面前笑，也不尽然，在很小的时候，两个人关系其实还是挺好的。要不要出去玩玩？你想玩什么？我想打瓦。不行。为什么不行？游戏在家就能打，我说的是出去玩，当然是要玩些别的。万一被瓦学弟给我怪跑了，我不得哭死？好吧，要不去玩密室逃脱？沈星南眉峰微微上扬，正合他意。两个人玩密室逃脱，总会有点亲密接触吧，这倒是可以给他一些机会。那就这样吧。沈小雨见他同意，欣然一笑，随后拉着他的手出了门。沈星南被他拉着手，有些恍惚。以前沈小雨也是这样拉着他，可是现在给他的感觉却不一样了。很快，他们来到了密室逃脱门口。刚到门口，沈小雨的目光便被一个熟悉的身影吸引。柳如烟。柳如烟和两个闺蜜正在密室逃脱门口说着什么，听到沈小雨的声音传过来，她望向沈小雨的眼神中带着些许疑惑，但是看到身后的沈星南，她眸子瞬间一亮，迈开步子走了过来。星南，好久不见，你也来玩密室逃脱吗？是啊，我们也来玩密室逃脱，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呀？星南，这位小姐是谁？我记得你还没有女朋友对吧？她没有回答沈小雨，而是注视着沈星南，目光中带着哀伤和渴求。以前没有，但现在有了。沈小雨回头看着他，脸上满是问号。这小子什么时候有女朋友的？喂，柳如烟不知道你做手术的事，你想让她知道你变成了女孩子吗？沈小雨微微一震，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他手足无措地贴紧沈星南站着，落在柳如烟眼里却像是一对亲密的恋人。我之前跟你表白的时候，你对我那么冷漠，现在才过了多久，你就找了他？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了？说话前过脑子，你要表白是你的事，我可没有接受，我找谁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来管。哦，还有，你哪一点都比不上他。说话间，沈星南竟然大胆地揽住了沈小雨的腰。沈星南，你轻点呀。沈星南，原来你拒绝我就是为了他。他眼中含着泪，一边笑着，像是一条败犬。我想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不想再看到你出现在我们面前。和他一起的两个女孩看见他哭，赶忙上来安慰。沈星南，你个渣男，竟然惹得如烟这么伤心。就是，渣男带着你的姘头死远一点。沈小雨闻言也停止了挣扎，不懂为什么沈星南就成了渣男。这18年，他好像也没渣过谁，连恋爱都没谈过，渣男之名从何谈起？此刻听到他被人骂，沈小雨也有些生气。你们两个骂谁呢？星南他不是渣男。可是他刚说了一句，就被对面两个女生辱骂的话语淹没。柳如烟望着沈小雨的眼中闪过怨毒与得意。沈星南把沈小雨拉到自己身后，眼神扫过那两个女生，冰冷如刀。那两个女生被他眼神震慑，瑟缩着不敢说话。你这女人，凭什么让沈星南对你这般维护？沈小雨脑袋懵懵的，刚刚被骂了一顿，此时还没回过神来。你不要听他们的，只要在我后面就好，一切有我。沈星南摸了摸沈小雨苍白的面颊，随即转身朝着柳如烟和她的闺蜜走去。你干什么？只听2个耳光闪过，柳如烟看着自己的2个闺蜜挨打，心里不由得哆嗦了起来。星南，不关我事，是他们自己骂的。柳如烟慌忙撇清关系，生怕沈星南迁怒到自己身上。刚刚挨过巴掌的两闺蜜闻言都是一愣，不敢相信柳如烟居然背刺她们。随即她们眼中怒火熊熊燃烧。柳如烟，我们为你出头，你居然背叛我们，我们跟你拼了！一切闹剧结束后，柳如烟一脸狼狈地看了看周围，却发现沈星南和沈小雨已经不见了踪影。她本来还欣喜地试图和他拉近关系，可没想到却看到他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女孩，更没想到他对她还那么上心。这一次他输得很彻底。一会的功夫，沈星南已经拉着沈小雨开始了密室逃脱。怎么还不开心呢？没有，就是不明白柳如烟为什么会那样对我。因为他把你当成了敌人。敌人？你的意思是他把我当成了情敌？沈星南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原来是这样，他喜欢你，看到我和你在一起，所以误会了。我明白了，要是和他说明白，
是不是就可以和他继续做好朋友了？沈小雨一下子跳了起来，头不小心碰到了一个机关。沈星南摇摇头，这家伙还是这样毛躁，真是不让人省心。忽然他眼神犀利地发现这个机关里似乎有个东西。哎呦，真是巧了，我们要找的线索在这儿呢。哇，是真的哎！看来我这头撞的不亏呀。见过蠢的，没见过你这么蠢的。星南，我可是你哥，有你这么对我的吗？从小到大，我忍你很久了。沈小雨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沈星南心头一酸，觉得自己似乎过分了，真不该这样对他。好了，是我错了，对不起，我不该欺负你的。听到沈星南道歉，沈小雨不仅没有释怀，反而更加委屈了。沈星南，你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是女孩子，所以态度才变了？他大致上猜到了，沈星南这个家伙多半是因为自己现在是女孩子，不好意思再欺负自己，所以态度才有了变化。然而沈星南的沉默却让沈小雨的怨愤无处发泄，只好闷着头继续往前走。哎呦，你干嘛？沈小雨定睛一看，才明白自己一时应激，伤到这位扮演 NPC 的工作人员了。对不起，你没事吧？我今天真是倒打没了，伤得被挨2次打了。对不起，是我的错。算了，还好没打着我鼻子，而且你这力气也不算大。真不好意思，他只是一时应激，下意识做出了这个动作。按照游戏开始前签订的协议，你的损伤做出相应的赔偿的。你怎么说话呢？我稀罕你那点赔偿吗？对不起，小姐姐，都是我的错，你的伤我会负责的。我本来也没打算追究你责任，干我们这行的，挨点打很正常，只要钱到位，啥都好说。那怎么行？我犯了错就要承担责任。这样吧，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我接受你的道歉，不过吃饭就不必了，我下班还早着呢。没事的，我可以等你下班呀。嗨，多大点事，真不必了。再说你们的游戏还没结束呢，你们继续游戏吧，有什么事等游戏结束再说吧，我也还要继续工作。说完 NPC 小姐姐又恢复了工作模式。到了傍晚，沈小雨他们的密室逃脱游戏结束后， NPC 小姐姐也下班休息了。她名叫方月，大概20岁左右。嗨，我说不必了，你们还等我做什么？我想请你吃饭，还有跟你道歉，真的很对不起。撇清责任的我见多了，上赶着道歉揽责的我是头一次见。好吧，既然有金主管饭，我也就不再推辞了。3个人找了家麻辣烫，点好菜坐着等上菜，服务员盛上3杯果汁饮料。对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名字呢。我叫沈小雨，这是我弟弟沈星南。你弟弟？我还以为是你男朋友呢。他真是我弟弟，从小一起长大的。瞧你这说的，哪个姐弟不是一起长大的？你们应该不是亲姐弟吧？你怎么知道的？沈小雨愣住了，自己还没说，他怎么就看出自己和沈星南不是亲姐弟的？这还不简单，他看你那眼神可不像是一个弟弟看姐姐的眼神。这话一出口，对面的2个人齐齐愣住了。沈小雨一脸疑惑地看着沈星南，似乎想从沈星南脸上看出他的眼神究竟是什么样子。沈星南则眼神躲闪，微微垂眉，桌面下的手却紧紧握着。悄悄，还真让我说对了。你说的没错，我们不是亲姐弟，我是营养的，他也的确不拿我当姐姐，因为我本来应该是他哥哥才对。方月顿了顿，看着沈小雨呆立在原地，于是沈小雨叹了口气，又把自己原来是男孩子的事告诉了方月。方月姐，这件事是我的隐私，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假两性畸形吗？我早听说过这种病，但在现实里接触到还是头一次。怎么样，还是当女孩子好吧，女孩子香香软软的多可爱，我就喜欢和女孩子玩。像你这么好看的女孩子，我还是头一次见着呢。一边的沈星南从一开始就默不作声，尤其是在被方月点出他那点小心思的时候，更是噤若寒蝉，面无表情，唯恐被沈小雨看出端倪。尽管心里很想和他成为那种关系，可是理智又在提醒他不能那么做。沈小雨在变成白毛萝莉后，第一次在社交中向对方坦白了自己的身世，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对了，方月姐，我看你好像比我也大不了多少，就已经在上班了吗？我现在大3，只是假期打暑假工挣点零花钱。小雨，你呢？我和新南刚刚结束了高考，不过我们只是体验下高考，爸妈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大学。这样，看来你们的家庭不一般哦。是哪家豪门？也不是什么豪门了，只不过爸妈是开公司的，还算有点小钱吧。这妮子真能装，她可是持有集团28%的股份，那是她的生父给她留下来的，价值几百个亿呢。一顿饭很快就结束了，方月和沈小雨并肩在步行街走着。小雨，
这顿饭谢谢你了。不用客气，本来就是我的错，请你吃饭也是想赔罪的。像小雨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真不知道会喜欢上什么样的男孩子呢。小雨，你老实交代，有没有喜欢的男孩子？沈星南的脚步也慢了下来，悄悄竖起耳朵，想听沈小雨怎么回答。这时说得轻，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喜欢的男孩子。哦，是吗？方月姐，你知道的，我做了19年的男孩子，虽然现在是女孩子，可要是让我喜欢一个男孩子，我心里还有些害怕。对不起，小雨，我不该说这些话的。没有，方月姐，我不在意的。小雨真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可是你真的没有喜欢的人吗？喜欢的人吗？有呀，爸爸跟妈妈。除了爸爸妈妈呢？除了爸爸妈妈的话，应该就没有别的人了。喂，沈小雨，我们可是一家人，你眼里只有爸妈，没有我吗？对了，我还有弟弟，我也喜欢弟弟。虽然沈星南有时候很可恶，但毕竟是弟弟，他不会不喜欢的。小雨，你没有喜欢的男孩子，要不要试着喜欢女孩子呀？喜欢女孩子吗？你看女孩子香香软软的，多好，我就喜欢女孩子。跟在旁边的沈星南忽然背上一寒，心里莫名惊恐不安。方月伸出食指，轻挑沈小雨的下巴。小美女，你看姐姐我好看吗？好看。那小雨，你会喜欢我吗？沈小雨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于是也笑着回答：当然喜欢呀。好了，我要去上班了。小雨，真舍不得和你分开呢。那不是以后还能联系吗？加个微吗？看着对话框里出现的新朋友，方月满意的点了点头，眼角看似不经意的扫过脸黑的像锅底的沈星南。小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凑到沈小雨耳边，轻轻说了几句，接着沈小雨脸红的像苹果，身子往后缩了缩。方月姐，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所以你照顾好自己哦，最好赶紧找个男朋友，不然哪天我可就要趁虚而入了。好了，我就先走一步了。看着离开的方月，沈小雨站在原地，两只手捧着手机，表情十分复杂。喂，人都走了，你还在想什么？没什么，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喂，人都走了，你还在想什么？没什么，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他跟你说了什么？我看你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是方月姐的秘密，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人的好奇心是无比巨大的，沈小雨越是这么说，沈星南就越想知道了。于是一个人就站在那里不愿意走。你怎么回事？有多动症吗？方月究竟和你说了什么？今天方月姐说喜欢我，但是方月姐说她是拉拉。沈星南一瞬间如同被雷劈了，同时心里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你的意思是说，方月她性取向不正常，今天她没对你做什么吧？她能对我做什么？她不是拉拉吗？她还说她喜欢你。原来你的意思是这个。放心，方月姐没有对我做什么，我们之间很正常。那你刚刚委屈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在感叹，遇到一个性格这么好的姐姐，她竟然是个拉拉。沈星南心里几乎要抓狂了，他难道不明白自己在担心他吗？喂，你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吗？她是拉拉，她说她喜欢你，那就是说明了她想和你搞百合。我说的不够清楚吗？刚变成白毛萝莉的沈小雨第一次交朋友，就遇到了极品拉拉，这让心怀鬼胎的沈星南该如何应对呢？她是拉拉，她想和你搞百合。你说的好像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呢，你以后最好离她远一点。为什么？但是我并没有要和她搞百合，我可是直男呢。沈小雨一再强调，虽然身体早已经不再是男人了，这个家伙还说自己是直男，有这种香香软软、长相甜美、声音又好听的直男吗？喂，沈星南，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直男，我不搞百合的。可是直男不就是喜欢女孩子吗？方月不就是女孩子吗？直男喜欢女孩子，我是直男，所以我喜欢女孩子。方月姐又喜欢我，所以我和方月姐能搞百合。沈小雨，听我的，离她远一点，不然你就会掉进百合坑里的。瞎说什么？女孩子的事情你少管，这下头。回到家里，沈小雨兴致缺缺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登上了撸啊撸客户端，看到了好友列表里显示正在游戏中的几个 ID。还有多久出来？带我一个。对不起，我们这5个人已经满了，小雨你自己玩吧。沈小雨意兴阑珊，忽然又不想玩了，打开手机刷起了朋友圈。他看到方月在朋友圈发了张和他的合照，并且配文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沈小雨心情一下子愉悦了起来，嘴上不觉扬起一抹微笑。还好方月姐是真的把他当朋友。忽然他看到还有几条未读信息，沈小雨敏锐地发现那是柳如烟的名字。他不是把自己拉黑了吗？怎么又把自己放出来了？小雨，你弟弟是不是谈恋爱了？和他一起的那个女生是谁呀？沈小雨蹙眉，
一下子就懂了柳如烟的意思。原来这心机女是来打探消息来的。回想柳如烟对自己以前干过的事情，沈小雨决定不再懦弱。是的，这是星南的女朋友，他们在一起好多年了呢。不可能，你不是说从来没见过星南和哪个女孩子走得很近吗？是呀，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居然走得这么近，还以为他们只是普通朋友，谁知道高考完他们就在一起了。沈小雨一脸坏笑的打字，瞎编吗？谁还不会吗？虽然说这样造谣沈星南自己有些愧疚，可是一想到能气到柳如烟，他就很开心。小雨，你告诉我，那个女的是谁？这个嘛，就先不告诉你了，你们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就像一个白富美的身份吧。柳如烟的家境算不得多好，而且父母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柳如烟，你看上的高富帅选择了比你家世更好的白富美，是不是很绝望呢？是吗？南海市的豪门千金我都知道，没有这个人啊。有没有可能是你不知道的？毕竟南海市这么大。南海市虽大，但称得上豪门的也就那么几个。他们家族里的千金我早就打听过了，没有年龄相符的。今天那个女的年龄不到20岁吧？沈小雨，你也学会撒谎了吗？好吧，其实她不是南海市的，只是最近过来找星南的。话到这里，沈小雨无心再跟他掰扯了，柳如烟也没有再说话，两个人都沉默了。接着沈小雨也不管他了，给方月发去了信息。方月姐在上班吗？嗨，小雨，我马上要下班了呢。正好，方月姐明天一起玩吗？我也想和小雨一起玩，可是我明天还要打暑假工呢。方月姐这么听，你很缺钱吗？你缺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帮助。还好吧，不是很缺钱，只是想着成年人了，不好意思问家里要钱，所以打算自己攒生活费。房间里，看着手机里方月的回复，女孩脸上由衷浮现出敬佩之意。方月姐，你真厉害，我到现在还花着家里的钱呢。小雨，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看你和沈星南家里应该挺有钱的吧？其实我要是有你这个家庭条件，我也不想打工。对了，方月姐，你明天在哪里打工？我7点开始在城南小街摆地摊，你要过来照顾我的生意吗？摆地摊吗？很有意思，我会来看看的。好好好，那我等你哟。